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玄学再现，肖战悄然删余生引发热议。肖战把余生全删了那一刻，我正拿着手机刷晚间新闻，结果评论区简直像被泼了热油。有人说他要断舍离，有人怀疑是和杨紫闹别扭了，还有人考古到凌晨2点，连删帖的时间轴都扒得明明白白。娱乐圈的玄学，这年头比股市还难懂。杨紫这姑娘，八字带着点奇门遁甲的意思，谁跟她搭戏，谁就像突然中了头彩。邓伦、李现、谭健次、程毅、罗云熙，一排名字列下来，那感觉像是被他带着一起开挂了。CEO 流量关键词：杨紫玄学，肖战改名男明星爆红，这些词我不得不说，是真的有流量密码的味道。你说巧不巧？邓伦合作杨紫之前，刷剧的人还没怎么记住他，结果香蜜一波，邓伦走在大街上都得戴口罩。李现也是亲爱的、热爱的，播出那年，身边的女同事集体春心萌动，仿佛他就是新一代国民男友。谭健次、程毅、罗云熙，哪一个不是被杨紫的气场带飞？可真要说这气场有多玄乎，数据摆在那儿，香蜜收官那晚微博热搜炸了，10几个余生上线期间，肖战和杨紫的 CP 粉一度冲进榜单前5，广告报价直接翻番。流量的事儿真不全靠玄学，但这规律让人细思极恐。说回肖战，大晚上突然改名，删掉所有跟余生有关的东西，这比运动员退役还决绝。有人说这背后肯定有大动作，毕竟娱乐圈的每次清档都不是心血来潮。肖战的团队一向精明，资源、人设、热度精打细算的比世界杯的后场防线还严丝合缝。流量明星嘛，转型和洗牌就像球员每个赛季换球衣一样，没点新鲜感怎么吊住粉丝胃口？这操作里藏着的是别让过去的标签锁死未来可能性的小算盘。肖战删简介的那几分钟，粉圈里有人哭有人笑，外人看热闹，圈内人看门道。杨紫带火男主这事，真不是玄学全包的。你以为他是娱乐圈的锦鲤，实际人家是泥潭里摸爬滚打的老江湖。拍戏的时候能哭到导演喊停，能笑到男主跟着忘词，那种带着生活气的镜头，让男演员们在镜头里也活泛起来。观众要的不是人设，是共鸣。杨紫自己就是普通人奋斗史的活招牌，这种气场把男主也一块带进流量漩涡。仔细一看，后台的数据全是实打实的热度。娱乐圈这点事，说白了跟体育圈换主教练差不多。你看梅西离开巴萨，头条新闻炸开锅，所有人都在猜他是要挑战新高峰，还是和俱乐部闹翻。肖战删剧相关内容，和当年 C 罗换队一样，谁都说不准是下一步大棋还是简单清仓。观众关注的永远是那点悬念和话题。杨紫玄学也像足球圈的金童魔咒，只要合作过，谁都要火一把，至于能不能长红，得看个人造化。邓伦、李现后来也都经历过起伏，没人能一直靠玄学吃饭。有意思的是，网友盯人比显微镜还细。肖战一动，立刻有人扒出删帖时间、改名细节，连微博小号都不放过。娱乐圈的瓜田永远热闹，你以为他们真关心艺人关系？其实大家都盯着流量密码，生怕错过下一个流量新贵。杨紫的旺夫体质背后，是娱乐圈对普通人逆袭故事的渴望。观众希望看到和自己一样的拼命三娘，带着男主一起翻身。流量数据和粉丝热情都是真金白银。说玄学其实是心理安慰，大家都相信世界有捷径。现实是啥？没搭上杨紫的火箭，男演员们还在片场熬夜背台词，
刷存在感。行业规律比八卦更冷静。带红一时容易，长红靠自我进化，这话放哪都是真理。娱乐圈的算法比体育赛场还复杂，观众、粉丝、资本、媒体全在下棋。再说点数据，亲爱的，热爱的首播那周里，现的百度指数涨了2倍多，香蜜播完后邓伦的商务代言翻了3番，肖战和杨紫的 CP 粉团体，光一个平台就能冲上100万。玄学，不如说是市场和情感双重驱动。流量的事，别信神仙下凡，信粉丝的热情和算法的精准。杨紫的成长史和娱乐圈大多数人的剧本不一样，她不是一部登顶的天选之女，是真正在配角区熬出来的。谁能想到，小时候那个有点婴儿肥的小姑娘，现在成了男演员的流量加速器。观众捧她，是因为她不像高不可攀的偶像，反倒像你我身边努力的小伙伴。她和男主们的化学反应是一种烟火气，不是玄学，是生活本身。肖战这次删简介改名，和杨紫有没有关系？谁说得清？倒是这波操作让无数营销号熬了夜，网友们脑洞大开，比专家还会推理。每个人都想当一回柯南，结果往往成了下一个吃瓜群众。娱乐圈的事真没那么多真相，更多的是大家一起凑热闹，图个乐子。有时候想想，这场杨紫玄学大戏，像极了体育圈那些神秘记录和玄幻转会。你说是运气也好，是算法也罢，反正吃瓜不嫌事大。下一个爆火的男主会是谁？下个删简介的顶流会怎么出招？没人知道。说不定哪肖战敲删余生代表作，杨紫粉丝意外集体沉默，背后有何隐情？肖战那一行字消失的时候，手机屏幕亮得刺眼，消息弹窗还没刷3秒，评论区已经开始猜谜。真没想到，娱乐圈这次上演的不是互撕大戏，反而是杨紫粉丝的集体静默。曾经热搜上2家阵营互飙梗，谁都不让谁，今天安静的像考试教室。你问我为什么突然有点失落？可能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热闹，习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突然变成这样，反倒像深夜回家的地铁，只有自己和影子在说话。还记得余生请多指教刚上线那会儿吗？热度直接冲天。首播那天，视频网站的服务器差点被挤爆，你能想象吗？后台数据跑得比高铁还快，弹幕从屏幕左边挤到右边，杨紫和肖战的 CP 粉在评论区盖楼，楼层数能堵死强迫症。那时候，两边粉丝都觉得代表作这4个字稳得很，谁也没想过有一天会被默默删掉。热度、数据、话题全都飙得飞起，仿佛全网都在为这部剧打 call。可现在回头看，热闹过后，剩下的是什么？有点像考完试撕掉草稿纸，扔进垃圾桶的那一刻，突然空落落的。肖战没解释，杨紫也没吭声，没有声明，没有感谢合作，连常见的祝福未来都没有。粉丝圈里偶尔有人发句各自安好，大多数人都删了评论，关了推送。要说娱乐圈真有体面分手这种操作，以前我肯定笑掉大牙，现在还真有点信了。成年人的告别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完成了，没有人哭闹，没有人控评，像下班路上最后一班地铁，安静的能听见鞋底摩擦的声音。其实这背后哪有那么多童话？肖战这边数据是硬道理，上半年广告代言一口气签了5家，商务资源一路飞升，团队深夜会议的灯光照了整栋写字楼，谁都明白代表作的位置不能乱。删掉余生请多指教，留下诛仙斗罗陈情令，分明是一场职业生涯的自我重组。偶像剧的标签该卸下了，流量时代不能没有新的人设。说到底，这就是娱乐圈的现实，赛道切换，
标签必须重新贴。你说这是敬业也好，是冷静算计也罢，反正早就不是那个靠着偶像剧刷热搜的男孩了。杨紫的转型也没闲着，去年一部《长相思》直接把她送进正剧女主新赛道。团队的风格一直低调，业务能力和数据摆在那里，粉丝不再热衷于营业 CP， 更喜欢聊演技、聊剧本。现在回头看，杨紫粉丝这波静音退场，既是保护自家偶像，也是对新娱乐圈逻辑的适应。你觉得他在意吗？我倒觉得他早就习惯了。童星出道，一路摸爬滚打到现在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合作是合作，分开是分开，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清醒。其实不止娱乐圈，体育圈也玩过类似的操作。想当年孙杨在奥运名单上突然消失，全网一夜安静，粉丝没撕，媒体没吵，所有人都低头刷数据，谁都明白这背后藏着多少利益和角力。再想想 C 罗离开皇马的时候，球迷几乎分成了两种人生，老友变对手，昔日的照片一夜之间成了黑历史。热闹总是短暂，冷静才是真相。娱乐和体育其实都是赛场，都是流量，都是标签，都是利益。谁能一直站在 C 位？没有人能一直不变。有意思的是，网友们的好奇心比娱乐圈的瓜还耐嚼。有人翻出肖战和杨紫的合照，有人扒出每一次采访的细节，甚至有人剪辑分手回忆杀视频，点击量照样破万。这些操作像极了球迷考古梅西和 C 罗早年的比赛录像，生怕漏掉哪一个眼神，哪一句台词。你说大家是真的关心代表作吗？也许更在意的是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有没有变，还是不是从前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。其实粉圈静音这事也不全是理性，有人嘴上说无所谓，心里早就刷了10遍肖战主页，看他删掉那一行字时心里咯噔一下。有人嘴硬说支持各自安好，转身就给杨紫新剧打 call。 成年人都在演体面，演到最后自己都信了。你说这像不像我们自己？小时候遇见喜欢的人，恨不得全世界知道，长大了连朋友圈都懒得发。情感和利益，现实和理想，谁都绕不开。你真要追问一句，删掉代表作到底算什么？敬业、无情，我看更像娱乐圈的自我进化。流量和标签的赛道太窄，谁都想换个活法。杨紫和肖战，一个主动断舍离，一个安静转身，谁也没输。粉圈的静默是成长后的自保，也是行业的新常态。就像体育圈转会一样，数据说话，情感收口。